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你花2-3年養出一個超懂你的 AI 助理，有一天它突然消失了，怎麼辦？我一開始在設計雷小萌或我的 AI agent 做的最大的決定，就是我要讓我的所有的個人的知識庫跟技能庫是可以自由遷移、可以流動的。对，也就是我不想要讓我的所有的知識、我的記憶被綁在一家 AI 公司裡面啊。就你花了2-3年養了一個非常厲害的員工，然後這個員工理解你所有的需求、偏好，跟陪伴你做任何事情，結果哪一天呢，他不見了啊，不幹了，或者是被其他的公司給挖角了。你不是很痛苦嗎？对不对？可是 AI agent 這件事情不會啊，因為你要讓所有的知識文檔都留在本地嘛，所以就是這支影片在跟大家講的啊。所以，即便現在 Cloud 把最新的模型封掉了，那我可以把我的所有東西都遷移到 Codex 去使用嘛。那如果 AI agent 的價值是能把我的知識和工作方法留下來，那下一個問題就是，它跟我平常在用的 ChatGPT 到底差在哪裡？就 ChatGPT 跟 Codex 差在哪裡？ ChatGPT 就像是一個你請外面的顧問，但他只動一張嘴，你每次問他問題的時候，跟你講說，哦，這個方案是長這樣，哦，我回答你的答案是長這樣，然後你要幹嘛？你要自己複製這個答案，然後叫你們公司人去執行嘛，或者你自己執行嘛？就你請了超級多顧問，但他們只動嘴巴不執行，所以你就覺得你工作很累，因為你聽到很多新的方案，但是每個東西你要自己去執行。好，現在 Codex 跟 Calco 不一樣了，他除了會去查資料、動嘴，但是他更重要的是他会動手，他會自己去做掉，對不對？啊，所以就是这樣，就是你要的是花一堆錢請一堆顧問不会动手的，還是你要請一個很聰明的還會一起動手的人？所以幹嘛啊？就是你現在你可以請一個600塊一個月的員工，幹掉一個你請10幾萬一個月的顧問，那你當然選那個600塊還會動手的員工啊，對不對？所以重點不是 AI 會不會回答，而是它能不能真的進入我的工作流程。接下來我直接示範我的 AI agent 現在到底能做到哪些工作。這是我今天早上為了這個直播想要讓他給大家示範一下我現在 AI agent 能夠做到哪些事情了，我就直接問他這個了，你身為聯盟的 AI agent 能做到哪些事情？這些事情就真的是他現在能夠做到的，就快速讓现在還沒有用的新手小白知道，就他可以寫作嘛，幫我整理我的電子報，然後幫我去抓我所有的 Facebook 的貼文，然後幫我寫課程的腳本、YouTube 的腳本、觀點的長文，然後用我的語氣，然後寫完之後放進草稿之中。為什麼？因為我還要去編輯嘛。我自己的一個核心的原則就是，我不希望 AI 幫我把寫作寫完之後就直接發出去了，那沒有經過我的觀點其實是不好的，所以我就會讓他根據我的觀點先寫成一個版本，然後我再去修正成我自己的版本，然後再發出去 ，OK 嗎？然後再來是 AI 時事貼文嘛，就是我給他新聞，給我是他哦，他是因為他在跟我對話，你知道嗎？所以給我新聞就是我丟給他一個連結，他会幫我產，他會幫我產 Facebook 長文跟比較短的短文這樣，然後教學文章啊、生圖啊、做影片啊、簡報啊、轉錄成逐字稿啊、Gmail 啊，幫我寫飯店信啊，然後旅遊查機票啊、查社群輿論啊、部署啊什麼之類的，反正這些東西全部做得到的。好，那時候就跟他講說，幫我到 Codex 去 review。還有沒有哪些自動化的功能情境沒寫出來？它會在這個叫本機的一個文檔，就是這個是有點小進階，但我快跟你講這個底層的邏輯是什麼？也就是 Cloud 它會在你本機的資料夾裡面建立一個叫做點 Cloud 的資料夾，但是這個資料夾是一個隱藏，看它半透明的，有看到嗎？所以這個東西是你可能就不會發現的，就是我把那個隱藏打開，你才會發現。所以這是它所有存的東西。就是如果你沒有幫他做一些額外的設定的時候呢，它的所有的記憶啊，它的技能 skill， 它還存在這個本機的這個地方。所以代表什麼意思？代表就是如果你是用一個 Codex 就是一個不同的本機的，它讀不到這個裡面的東西，所以就產生個記憶斷層。就是你剛剛跟 Cloud Coach 講了啊，你喜歡怎麼樣的寫作方式啊，你喜歡怎麼樣的工作方式。Codex 會完全不知道，那怎麼做到這件事情呢？啊，這就是我們迷你課之後更新的一個 ProKey 08嘛，在這裡，在這裡叫雙棲見解助手。我們把在那個時候的所有的要讓 Calco 跟 Codex 可以共用同一個記憶系統跟知識系統的方法都寫在裡面了。但是這就是對照表，你看我剛剛想到的，就是這個全域規則 Codex。那有沒有辦法讓它成為一個檔案，然後兩邊互相讀？可以哦，這電腦上設定得到的。所以這就是兩個雙棲的對照表。像我自己是每個禮拜我會花一個時間去定期清我的記憶，
什麼叫輕記憶呢？就是你要把那些記憶 AI 學到的教訓，不要全部都慢慢的列成一個一個文檔，你要去做調整，也就是做後續處理，就是變成是假設這50個記憶裡面啊，有15個是你未來重複也會需要的一個很棒的一個工作流程，要怎麼做？把它升級成 skill， 那它就會按需去使用了。那有些10個記憶已經過時了，未來不會再發生幹嘛？直接封存掉。所以我會建議大家每個禮拜啊，你可以跟他一起 review， 就有點像是你每個禮拜跟你員工開會，對不對？回到剛才他也講的，就像你養員工一樣，那你總不能放着這個員工就在這邊一直學習，但是你沒有跟他對齊方向吧，對不對？所以你可以1個禮拜或者是2個禮拜，讓你跟他一起，這才有互相成長的感覺。那在一個對話中逐漸回答的越來越不準確，怎麼辦？通常他爆炸，就他可能到90%了，或是他已經壓縮過了，所以他前面的記憶已經開始消失了。或者是他前面，你看，講說，如果他這邊80%已經跑到80了，然後他做的東西越來越錯，代表什麼？代表他現在認知上的所有收到的訊息都是不好的，你要重新整理給他。所以我的做法會怎麼樣？立刻停，然後開新的 session， 然後我這邊再寫給他好了，就是開新的 session， 然後在前面有個做法，好，請他把我剛剛的需求寫成一個計劃文檔，然後讓我們來做人工的 review 跟校對，然後再開一個新的 session 去執行。也就是很多時候我們給他的需求，我以為我表達得很清楚了，但其實他接受的不是這樣。對，所以理論上你要幹嘛？你要發現他有問題，對不對？你就說停啊，把我剛剛的需求寫成一個計劃文檔啊，這叫做很常見的叫做 plan 模式嘛。Plan 模式，然後你再去做人工的 review 跟校對，你會發現他可能第3點、第4點錯得一塌糊塗，那你怎麼辦？你自己手動改掉啊，自己手動改掉，改掉之後呢，再大家去執行，这才是對的啊，这才是對，叫 plan mode 吧，對不对？但我想說 ，AI agent 不是越多越好，真正重要的是你怎麼把任務交給他，讓他自己判斷該怎麼分工。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這個，一般人其實不需要打造 agenting， 就你不要手動去想說啊，我要去設計一個行銷類的 agent 啊，設計類的 agent， 工程類、PM 文案類的，就是除非你是一個超級大的團隊，你們需要有一個這樣子專門的 agent， 然後讓你們的10個行銷的夥伴的想法先過他來做審核，那你可能才需要。但如果你只是一個個人或是一個小團隊的話，我跟你講，你搞這個東西把你自己搞死。就這個東西就是在大公司的時候可以這樣設計，因為它會當做一個守門員，當做一個最重要的 review， 就有點像是取代那個主管了，好不好？就是他就做最後那個 review 的感覺。但是如果你個人的話呢，他其實會自己派。好，我舉例來說好了，像剛剛這個是這樣，我找一下在這個好，就是這個 Obsidian 的白板啊，是誰建的？簡單來說，就是我用口述去跟 AI 講說，我今天直播要講什麼，然後去把現在已經在問答系統的所有問題抓下來，然後他去根據我可以怎麼樣操作給大家看的步驟先寫起來，然後幫我建好這個白板。那我怎麼下這個整個指令呢？就長這樣，給大家看，在這裡，我直接去這個檔案給大家看好了。這個白板怎麼做的？應該會有一個。好，就這樣。哦，這個有一個開啟。好，你看我就這樣，希望你可以幫我整合一下。然後呢，他就開了超多 agent 去把這件事情完成。可是你有發現我的所有的需求裡面啊，我沒有叫他去開並行不同的 agent 把它完成。為什麼？因為他現在越來越聰明了，他也知道說我給他的一個任務，其實可以分成3個不同的紙的 AI 去跑。那他就不用一個 AI 了，也就是他可以分那個3個去跑，一個去跑去調查 Obsidian 怎麼去寫這個。所以我的重點不是教你背一套固定流程，而是學會怎麼把問題丟給 AI， 讓他用真實任務來證明自己能不能做。就是有人問說，有辦法讓 Cloud Code 準確分析音樂，了解歌曲結構嗎？就這個問題呢，如果我在我的現實世界上遇到，我會怎麼把這個問題解決？我覺得這個還是教你怎麼釣魚。就與其給你一條魚，不如教你怎麼釣魚嘛。那等下我們就直接來看看，我當時怎麼用 Cloud 的 Codex 給你看，長這樣。我就這樣問，目前 Cloud Code 跟 Codex，就你不用
就像我現在是2期嘛，所以我就直接問他2個了，我就說目前 Cloudcode 跟 Codex 有辦法分析音樂、抓歌曲結構嗎？例如我給他一首歌，我就直接來測試。所以你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呢，你不要只問這個單純的問題，你要做什麼？拿個案例給他試試看成果怎麼樣，對吧？就你要直接給他試金石，讓他去試試看。所以我就這樣，我就真的給他一首歌，然後還把檔名改掉，就他檔名原本是歌曲名，因為我怕他用歌曲名直接上網搜尋，就答案就出來了，作弊啊，不能這樣作弊嘛，對吧？所以我就直接幹嘛？我就直接這樣跟他講這個歌詞這樣，然後他就說可以。我跟你講啊，這個可以是因為他已經做了3分鐘的研究。我們先看一下他3分鐘幹嘛，去點開這個，他就看到他的過程，他跑了什麼思考的路徑，這就是 Codex 我覺得界面上做很好的地方，所以我會推薦大家用桌面版就是這樣，你可以把它的過程都藏起來，你就不要看，你看結論也可以。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把這個東西學好的話，我會建議你在這個月吧，6月份把迷你課跟 AI Agent 去實做一下，然後之後我們等到我們8月啊、7月的時候推出。然後就会有一個更完整的課程，然後還會搭配每一個月的一場的可能 QA 啊，或是最新應用的直播，到時候還會再幫大家每周、每個月有個小小的升級，這樣 OK 嗎？然後再來就是今天這個有做完的一個 AI Agent 的學習作品分享平台，然後我們也會可能在下禮拜或是明天吧，我不知道，反正就是發一個信給大家，然後讓大家可以開始投稿，然後我就希望之後大家如果有任何的作品就可以放在上面。然後我覺得很棒的，我也發在我的社群媒體上，讓大家多認識這個作品，讓大家多認識你，讓我們很棒的學員被更多的人看到。然後透過這個 AI Agent 的作品平台，然後也讓大家在這個地方可以快速的獲得一些，我可以用 AI Agent 幹嘛的一些靈感。所以我今天有2個彩蛋給大家。第一個彩蛋就是我們今年可能在8月、9月份的時候呢，會開一個更完整的課程，然後會把迷你課的這個機制一樣是透過一些文檔的，讓你可以餵給 AI， 讓你少走彎路，把雷蒙可能在前面先旁邊摸索了數十數百小時的經驗，變成一個一個可以讓你的 AI 快速升級的一個升級包，然後也可以讓你的 AI 去問你，讓你個人化，這才是最重要的。因為其實你的 AI 一定比我更了解你，所以讓你的 AI 學好我所有的知識，讓你的 AI 當你的顧問去引導你，這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我覺得很多的功能是實際上透過這段時間再看看各個同學的應用啊、提問啊，我覺得可以教一個更完整系統的課給大家。對，這樣還沒有上線啦，只跟大家講大概架構長什麼樣。第一個架構就是這個是給所有新手的嘛，就是什麼是 AI Agent 跟對話 AI 差在哪？就基本上你是迷你課的話，這個單元是你可以快速 pass 掉的，就是很簡單的，是很簡單的。那第二個就會比較困難，這就是迷你課比較沒有講到那麼顆粒度細的東西了，也就是怎麼讓 AI Agent 學會你的一切。學會你的一切，所以這個剛剛講到的，就是雷小萌的訓練實錄在這裡，也就是 AI Agent 的3層記憶架構，這個是絕對不會過時的啊！這個基本上我覺得未來大概就是長這樣了，就是它的這個記憶的結構，也是各個國外的很多的厲害的大神，他們也是這樣的結構，只是我有做一些微調，那我也把國外的大神的版本放給你，所以你可以讓你的 AI Agent 全部學習之後，問你自己喜歡哪一套啊，這樣是最快的。對吧？然後我自己的訓練實錄，我怎麼把我的好的內容給他，甚至怎麼讓他每周持續進化的機制。現在學不會太晚啦，我就今天跟大家講一個重點，就是如果你還在用 ChatGPT 跟 Gemini 跟 Cloud Chat 的話，可以換掉了，好不好？就從現在開始累積，你都永遠都會比別人好。然後大家這些問題，我也可能再請我的 AI 去爬一下，然後看哪些適合寫成文章，我們再寫成文章跟大家分享。然後最重要的就是，其實我的部落格啊，有很多的問題，我都寫成一個完整的教學，免費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好不好？像今天大家有問到搬家的，然後有人問到 Compact 跟 Content Window 的，其實都寫成免費文章給大家看。對，所以大家可以定期的看到我們晚上上的文章就會知道了。再次感謝大家，拜拜！期待大家的 AI Agent越來越棒。然後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在社群媒體上分享截圖心得 ，tag 我都很開心的。謝謝大家。